OK，各位设计师老师，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次的培训视频啊，我是这次视频讲师，来自佛山工艺部的梁干宙。然后这次视频主要内容是关于二三柜下单防错指南的，会把一些二三柜比较常见或已经发生的一些真实案例归纳到一起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了解并学习这些案例啊，让我们在使用二三柜的时候避免掉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视频主要分成四大部分跟大家讲吧。第一部分的话是讲一个产品结构的，第二部分是讲尺寸取值的，第三部分是关于产品避让的，第四部分是关于我们方案沟通的。那我们先讲我们的一个产品结构的问题。那产品结构它会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结构的合理性，第二个的话一些二三柜特殊的一些产品。OK，那说到一个二三柜的一个结构合理性会存在哪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那今天主要讲的是跟我们二三柜开放的几个功能有关。那说到我们开放的功能二三柜最大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可以进行一个侧板合并，是吧？那我们通过之前的一个学习培训都可以了解到目前我们二三柜合并最大的一个限制的话是在2:4。这个答案的话可以说是对，但是不全不全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2:4它仅限于地柜，它不含台上柜或者是吊柜的。如果我们是做台上柜或者是吊柜，它这个限制它是不一样的。那拿这个案例来讲，这个案例的话是客厅的一组柜子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红色框框的一个组合这是这边的一个操作的话，它是把侧板跟顶底板它都合并了合并完之后，整体的一个宽度的话，它是去到一个2:4，然后在我们的一个生产它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去到我们的一个安装现场的话，基本上都会被师傅吐槽，对吧？要反馈这种吊柜的一个宽度太大了，装不了。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场的一个图片，然后这个图片展示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这柜子的话是比较宽的，基本上可以直接到顶。那我们装这种柜子的时候，一般师傅他是怎么装的呢？他说需要很多师傅在下面给抬住。抬住，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师傅在上面打过的一个垂直螺丝，才可以把它固定好，对吧？但是这种的话，固定只是第一步，那我们还要考虑到板件承重的能力，因为它板件合并的柜子越多，它承重能力的话，它会慢慢下滑的。特别像这种吊柜下面它还有书桌还要坐人，还要工作学习，对吧？或者是下面是个开放的一个区域，那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后期一个承重性的一个问题。OK，那针对这种方案的话，我们建议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单独吊柜它是不合并侧板是最好的，我们按软件限制走就可以了。它1:8，我们就做到1:8，就分两个柜子下也是可以的我们尽量不要去合并这种单独吊柜这个的话是我们对单独吊柜的一个建议第二个的话，我们讲到方案的话是关于一个台上柜的。那我们也是注意红色框框这几个柜子这次的一个操作的话，它是把这些竖板它都合并了大家可以发现，包括我的高柜、吊柜或者是我台上柜，它都合并了，做成了一个 U 字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那这种的话，去到安装现场也是比较难装的，而且它合并完的一个宽度一般来说都会比较宽你看这个的话，它去到2:6了，远远大于我们2:4的一个限制，所以它安装现场肯定有问题的。第二个，它的一个高柜、吊柜它是混着来去合并的这种的话安装现场也是比较难装的。怎么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安装现场的一个效果。那假如我装完我这个高柜，对吧？然后旁边它是共用侧板的，那我装这个底板的时候，要先卡住我的一个底板，再卡我背板，再卡我的一个顶板，就是它要一块一块板件给拼过去。对，所以它一定需要安装师傅在下面有人顶住，它才可以完成这个操作。这是第一个难。第二个难的是什么？这里还有个吊柜吊柜它侧板的话，它也是合并的，这样子的话都需要很准确的对着一个孔位所以它对现场的一个效率影响是非常大的。那针对这种吊柜的话，我们给出的建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现场它是有高柜、吊柜的，我们这种衔接的地方就不要去合并我的一个侧板不要合并侧板就可以了。这种话安装的话就会省事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一种台上柜的一个尺寸限制，目前来说工艺板管它是不能超过2:2，超过2:2的话，安装师傅的话就抬不动特别是衣柜的时候，我们做整组的一个台上柜的时候，它要抬上去嘛。如果超过2米多的时候，安装师傅是很难抬的，经常都要打电话叫我们过去帮忙，对吧？OK，所以结合以上两个案例我们要注意总结一些问题吧，合并的一些规则吧。首先，第一个，地柜合并不能超2:4；第二个，台上柜合并它不能够超过2:2；第三个高柜跟吊柜它是不能够去合并的第四个，单独吊柜的话也是建议不合并的。这4点大家要记清楚就可以了。然后第5点是目前来说可能有些设置不是很清楚的一些工厂默认的一个做法。那假如我在方案里面把我的一个底板给取消了。取消之后，工厂这边会默认我的左右侧板跟背板要跟台面去固定的只要你取消底板，它都会有这种默认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不想固定，我们想后期可以移动的，那就要备注不要打孔记住这一句话就可以了。OK， 这是第5点。那第6点关于上下叠放的，有时候我们设计师的话
会把上面的一个底板或下柜的一个顶板它取消，是吧？这种取消的话，工厂这边都会看我们的一个侧板如果我们侧板上下柜子相加起来，它有对应的一个材料尺寸，又有颜色也是一样的，深度也是一样的，它会直接把我们的一个侧板给合并。因为不合并的话，它的一个背板开槽不好开，卡不进去，所以它一定要合并。如果合并不了的话，它会直接退我们，让我们把那个顶板或底板给还原回来这个的话是目前的一个默认的一个做法所以以上这6点就是我们现在侧板合并。发现的一些安装上面的一些问题吧，或者是工厂的一些默认的做法，大家记清楚这一点就可以了。那 OK，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讲第二个结构上面的问题，是关于我们的一个2、3柜另一个功能的，关于竖板的一个功能的。好的，